他们是阅文集团的 CEO 何小南先生，你好。大家好。作家猫腻先生，大家好。编剧王俊先生，大家好。导演孙浩先生，大家好。演员张若昀先生，大家好。现在我们就开始聊一聊这个《庆余年》的台前幕后的故事啊。第一个问题，想先请问一下我们的主演若昀，那您在第二季小范大人回归之后，是不是会遇到很多复杂的局面？跟我们透露一下。对，是这样的，因为从第一季出师北齐的这个结尾，范闲呢在剧中知道了一个巨大的真相，也就是关于自己的身世。所以他一回到庆国的时候，对于他过去所认识的这些人和所认知的这个世界，那他自己身份发生变化之后，他也在尝试在跟这些人的关系中做调整，以及他到底这一辈子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初心其实是做一个富贵闲人，但是在此时此刻第二季的一开始，他应该明白自己明显是做不到的。那在这样的一个困境下，他接下来怎么选择，也是这一季的一个比较大的看点吧。所以他怎么选择了？透露一点细节给我们。因为太细节可能就涉及到剧透。我觉得就是说他向着自己。如果他内心有现实的一面跟理想的一面的话，那第二季的范闲可能向着理想的一面往前多踏了一步。是你更喜欢的范闲吗？是因为如果他一直退缩的话，就没有《庆余年》这个故事了。汪静老师写的《庆余年》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在范闲在面临这些抉择的时候，怎么从他的一开始的那个人生规划，慢慢变成了最终我们看到的那个范闲。其实他走出了很多的勇敢的步。第二个问题想问我们导演孙浩老师啊，第二季和第一季您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最大的不同是第一季呢，就是有点线性叙事啊，线性叙事就是以范闲为主体，以范闲的视角去问几个问题，最主要是两个问题，谁要杀我？完了之后是谁杀了我妈？就这两个问题啊，完了导出来一个一个的可能性啊。第二季呢，主要是我感觉它的叙事有点是像个阴阳鱼似的，八卦式叙事，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群戏比较多一些，就是在这方面要下一些功夫。那对您来说会有新的压力吗？因为第一季大家很喜欢，第二季再拍，想超越第一季，这您花了哪些的这个心思和功夫在里面？都不敢说超越第一季吧，就是有压力，要有压力，两头有压力，一个是开机前，再一个就是这会儿要播出前，对，就想是因为第一季反应还不错，就想对得起观众，尤其是比如说预约这么多，就是对得起观众的一个精神寄托，甚至于他们的时间要花在这方面，还是有压力的，但是。就像我跟娟说的，就是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只要开机了，一直到杀青，还是以作品本身为主，把这些压力先丢掉，还是想能够拍出来一些既一样又跟第一季不一样的一个东西。第三个问题想问在座的每一位嘉宾啊，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原著中的很多名场面是很期待的，那你们各自最喜欢的那个情节那个段落是什么？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吗？先从汪毅老师开始。讲第二季的会涉及剧透吧？会涉及剧透，那就全书按照我们这个全书的往远一点讲，那就是陈萍萍和庆帝在御书房里面最后有一段对话对峙，算是人生最后的一段交代。我觉得那段戏比较有力量，比较有劲儿。当然还涉及到一个接下来的一个重头戏，就是张若昀、范闲，千里挥金那段戏也是非常有力量的一场戏。这应该是第三季的事儿。第三季的事儿。对。好，那请问王俊老师呢？那您自己在改编过程中，觉得哪一个细节或者哪一个改编的过程，你觉得是你自己最喜欢的？改编过程中啊，你如果聊第二季的话，我觉得第二季有几场群像戏，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风采，然后呢又还原了原著那个精神，然后呢又在影视化方面啊，节奏一层推一层，就是几场朝堂上的戏，但我不能泄露太多，但是朝堂上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关键词朝堂上的戏，大家可以
在有朝堂戏的时候多关注一下，是我们编剧王娟老师自己心里边喜欢的那一部分。那侯晓南先生呢，分享一下您最喜欢的。对，我可以讲一个第一季吧。第一季的一个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在这个朝堂诗会，这样一个名场面，我觉得那个相信也是非常多的观众会反复观看的这么一个场面。我相信也是这个若云啊、小范大银表演的非常过瘾的这样一个场面。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于中国文化的一种传承啊。我相信在后来的很多影视作品里边都会看到有非常多的一些唐诗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展示。那其实这个第二季呢，这个我也特别期待啊。就是虽然之前看了一些素材，但是我觉得这个像刚才导演啊，包括这个王俊老师讲的，还是非常的让人期待，剧情非常的这个紧凑啊。我可以稍微这个透露一点吧。然后这个其中有一个地方叫抱月楼，抱月楼这里边的有一场戏真的是印象特别深刻呀，环环相扣啊，这个还是有特别多的这个看点啊。所以我觉得，就我相信这个在第二季应该会有更多的这些名场面，还有很多一些出圈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梗啊、段子啊，能让很多的网友喜欢。好的，请问我们孙浩导演，您最喜欢哪一个情景？那个第二季会有一些名场面，但是名场面还是得观众来定。我们说了不算。对，比如说你就是你会逼问我的话，我说有2次朝堂激辩，我个人非常喜欢，还有一台手术，我个人非常喜欢。手术，有一个新的关键词。那若云呢？你对这个朝堂和手术怎么看？然后你最喜欢的是什么？手术啊，手术我躺着看。我这个说到这儿，大家应该就懂了我为什么躺着看。然后我想说说第一季，因为不牵扯到剧透嘛。第一季的名场面，就是因为现在已经播出了，我现在回看起来，范闲有非常多不同的面。我印象比较深的，像前年的背诗，这是他金光闪闪的一面。然后在这个陈品茗那儿，这个一脸无辜的说：“我觉得你是个好人。”这个就是他所谓奶油的一面。然后范闲还有夜审司礼里，就是很阴狠、很毒药的一面。然后最后还有他看了那个石碑去跟诸葛对峙，说：“天理何在？”这是他内心的最价值观的那一面。然后我非常感谢那个汪丽老师的新编版的《庆余年》的结局。对，有一些书才跟俊哥聊。对，新版的那个新编的《庆余年》的结局，范闲成了人间唯一大宗师。对，我算剧聊了。你这算剧透吗？哎，书的内容吗？书的内容回去我寄给你，你赶紧看，我赶紧去。书迷们更新一下版本认识啊，请叫我大宗师。您分享的都是第一季的，那第二季刚才说的那个朝堂激辩就两位都提到的，您觉得怎么样？现场你应该是有很重的戏份。这样，我说2个那个关键词，你刚才提到了朝堂跟那个手术嘛，手术我怎么看？我说我躺着看，然后朝堂激辩我怎么看呢？我扒着缝看。有意思哈，扒着缝看，记住了。那第二季和第一季，您说您的表演其实这个人物本身不同了，那表演肯定配套的这个表演的方式各方面肯定还会多少有一些调整。因为我很喜欢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这5年的时光是在演员身上发生的，并没有在角色身上发生，角色只是睡了个觉。你不能就是说这5年演员思考了很多，然后找到了很多新的方式方法，然后你一股脑的把它全部实验在一个5年前已经开始发酵的这一个角色，那其实是对他不负责，因为你不能让他有5年这个感觉在。他只范闲第一季到第2季，他只是躺地上睡了一觉，故事就继续了。那当然他继续面临新的故事。我作为演员来说，我还是觉得说，那我根据接到的剧本，根据导演的这个调教跟这个设置，然后让这个角色顺着范闲这个角色继续去发散下去，而不是说演员过了5年，我一定要换一个角度再重新把这人物切割一遍，那其实对角色不尊重。那你找的过程中是丝滑的衔接过去了，还是说也是调整了一下？一开始还挺紧张的，对，因为没干过这种事儿。然后后来就发现，确实比进入一个新角色要顺利一些。然后那个
对，而且有一种很熟悉的那个感觉会回来。又找到了你熟悉的范闲。对，刚才也说了几场戏嘛，有这个躺着看的手术，有从这个门缝里看的朝堂。那整个第2季回顾起来，您觉得对你来说印象最深或者最有挑战的一场戏，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感受总体上来说，其实就是《庆余年2》，我的输出量真是大。我记得有一次连续3天到拍那个就是拍发布会啊，大家记住关键词啊，发布会那场的时候，我已经是连续4、5天的那种大量的台词和那种狂输出的戏，然后那会儿还生病了，还感冒了一段时间，然后连续4、5天，然后终于有一天进到那个小黑屋的时候，我站那儿，导演说坏了。我可能感觉到 CPU 已经烧了，就是第一次，就是那天觉得压力特别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是范闲有那种大段输出的戏，而且呢，有的时候是跟很多对手演员还好，有的时候跟大量的群演。本来吴阳来200-300个群演我就紧张，我觉得我说错词了，大家再来一遍，我压力挺大。输出大是指大量的台词和大段的那个，就是要还有观念的输出。就是比方说《庆余年》是关于一个现代的灵魂来到古代所引发的一个假想会发生什么嘛？那它有很多的理念，如果我们用现代话说就很好说，但是其实你就是当他带着他的思想过去要跟古人解释一遍的话，得把一些我们现有的概念再翻译成古文。然后这个工作应该编剧也很难做，然后关键他再转译过去之后，我一看我就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我不能用咱们现在习惯的方式去说，我得用古代方式说。但其实呢，古代又没有那样的说法，就是那个话很难说。讲一个细节，比如说您哪一场戏就大概有多少样的台词量，或者是连轴工作了多久的这个，给我们分享一下。不一定，像我记得有的时候我们还会突然有一场跟那个邓紫月的那场戏，那天好像突然就把一个挺短的剧本里挺短的一场戏给延展化了。我们记得当时就差1场的时候，对，好像演了一下午，一下午，以为还有1个多小时就收工了，结果演了一下午。对，那段戏可不短，10多分钟了，不短，一场戏1下午。对，就很多东西都是延展出来的。对，一开始可能没想着它会很复杂，但是当开始投入表演，因为演员之间互相的这种配合、咬合，然后彼此刺激，然后每次能在对手身上找到新的东西之后，就会回馈新的东西，然后这样一来一回，可能有的时候就跟预想的不一样了。听说你在剧组还给大家做饭了，有这事儿吗？对，非常好吃。导演，您觉得他哪道最好吃？导演吃了个卤鸭子是吧？对，卤鸭子，对，那个不是那个什么，糟卤鸭，对，糟货什么的，对，这太多了。我们现场有一个那个，您知道，就是有些街头卖炒饭的那个，需要很大的火力，燃气灶上面就是燃气瓶上面加上那很大火力的那个灶，对，用那个做。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因为开机的时候特别热，然后呢，就是大家普遍中午有点没胃口，然后就因地制宜，一开始就想说那弄点凉的吃啊，不一定是每天都说开火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后来就也变成习惯了，大家中午都到我这儿找吃的。对，期待中午收工。哇，谁是那个最捧场的？王启年。大家看戏就可以看看王启年有没有像气球一样忽大忽小的。你贡献了好多的那个营养哈。那下一个问题想问这个王娟老师，第一季呢有很多喜剧元素，大家印象很深。第2季的这种喜剧的风格还会延续吗？还是会有什么变化？喜剧风格没有变化，喜剧元素当然还在。如果说有不同的话，就是我们往人物内心更深挖了一些，就是正剧向和喜剧之间做了一个更好的平衡。哪些在原著中的经典环节会出现在第2剧中？还是禁不住想让您再给我们透露透露。像赖明成上殿大婚包括刚才说的手术就是春闱，就是包括林相和庆帝的一些对手戏，就是该有的场面我们尽量是做到全部保留的。哇，那真的是很过瘾。
很过瘾。那接下来想问一下猫宁老师啊，第一季您看的时候这个感受，给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因为从书本到影视作品这中间肯定还是会有一点不同的，所以您怎么去评价第一季的《庆余年》，以及对第二季您有什么样的期待？第一季的时候，这个故事我讲过好多次了。那是首播的第一天是放了4集，我在一个酒吧的包房里面和几个朋友喝了很多酒，为了他做准备，万一是吧，喝点酒多了可以美化一下嘛。但是喝着喝着，然后就给王震发了个微信，说这事儿就成了呀，是不是？非常自信的这句话发给他，非常优秀。然后就很顺的，我就是专门我是要追看的，我不愿意提前看，我想像普通的观众一样，一集一集的追着看更新，老老实实把第一季看完，然后第二季我们偶尔聊的话，我说就是保持着一个朴素的期待就行了，会快快乐乐的把它看完的，我也不会有更多的一个原著作者的压力，我没有，因为我相信导演在这儿，若云他们在这儿，卷哥写的剧本在这儿。所有的条件都给你做好了，我不认为他这个东西会有什么问题，所以我的心态是我们几个人当中最平静的，我就是一个美美的等着看了。第一季就是满意，对，第二集就是朴素期待，朴素期待，对，因为不能给他们压力啊，是不是？你说哇说要怎么地，不行，别这样。我跟所有的观众也想推荐一下，学习我的心态，开开心心看剧，完事儿了。对，也很放心，感觉您这个还是非常放心，很放心的，很淡然。现在你还不知道怎么样的，专门不看。我到现在我谁都不要给我剧透，然后婉晴他们喊我去看，我也不看，我就不看，一点都没看，一点都不看。什么 demo 片段，这个都没看，连那个那么多版那个预告，然后他们给我看了2版，我说不能再看了，不能再看了，严格控制信息的流入。明白了，明白了。那您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仪式感？您想怎么看？我准备还是去第一季的那个酒吧，还是在那个包房。虽然他们中间前年装修了一次，去年装修了一次，但那个包房还留着的。我已经跟他们约好了，我还是去那个包房看。喝一样的酒，喝一样的酒。对。有没有什么身边朋友一起？还是那几个朋友。续上5年没有改变太多，5年没有改变太多，人都还在。续上那个上一集，就好像重新马上开始一下一样。好的，好的，有点仪式感就行。明白了。那下一个问题，我们想问一下，侯耀南先生，第一季到现在5年时间了，本来说好的5年要拍3季的，所以就是5年过去了，其实这个观众的审美呀，现在的一些内容的流行趋势啊，影视的环境啊，多多少少还是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你会不会担心第二季在上映的时候，大家的口味变了？会有这个担心吗？对，就确实5年还是挺多不确定性的。然后，其实刚才这个毛宁老师说他这个现在没什么压力，我们其实压力很大的。就是这个，其实，在《庆余年》第一季播出以后，这个所有的观众对于《庆余年2》的这种期待，然后所以呢，这个我想也是我们应该说做季播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包括导演啊，包括王娟老师，其实不断的再去打磨剧本。包括其实我们也是，非常努力啊。这次实际上是请若云啊，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原班人马，然后同时我们也增加了一些这个实力派的一些新的一些这个主创演员，然后让这个剧也非常有这个新鲜感。所以我也觉得巨大的压力也给我们转化了巨大的动力，而且我记得若云当时还在说这是他第一次演第2季对，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大家都卯着一股劲儿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对这个剧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期待，还是我想我们的从出品方到我们的导演、编剧、演员、主创，其实已经是尽了100%的这个努力，来希望给大家呈现一个让人期待的这《庆余年》第2季。而且呢，我觉得好的故事和好的内容是不会过时的。像这个猫腻老师这部小说，从原著到现在应该已经有17年的历史了完本应该已经有10年了。完本15年了，09年完的本，对，完本已经15年了。然后，那第一季到现在也5年的时间了。但是我觉得，包括刚才几位老师讲的，它里边的名场面也好啊，包括它对于人物的刻画也好，其实包含了非常多的一些我觉得非常普世的价值观还有理念比如说，范闲他从第一季可能是一个棋子。
变成第2季他成为一个执旗人，去推动剧情的发展啊，包括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这种精神，我觉得特别满足当下就是我们很多观众对于这种最普世的一些需求，对于真善美的这些需求，我想这些都是不会过时的。所以虽然5年过去了啊，但是我们觉得好内容还是非常值得期待。您觉得哪一个部分是会最吸引观众的？我觉得它的核心呢，还是在于很多一些现代思想和古代文化的这种碰撞啊，包括刚才若云讲到的，因为他是回到古代的这样的一个现代人，他如何把现代的一些思想，然后能够去融合到古代的这样的一些文化，包括刚才讲到的这个内裤这样的一些，可能是用今天的金融思想啊去解决当时古代的这样一个问题啊，所以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很多一些创新，包括这个王俊老师的这种卷式喜剧啊，我觉得带来了《庆余年》非常独特的一种气质，就是它这种既是喜剧，其中也有悲剧啊，包括可能这里面还有很多职场戏啊，跟王启年大人的这个职场戏，所以它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混搭，成就了一个《庆余年》一个独特的一个气质，所以我相信在第2季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名场面也好啊，桥段也好啊，会让很多一些观众喜欢。那下一部分我们想讨论一下关于作品内核的一些问题啊，整个剧的这个剧情内核，想请各位用几个关键词给大家简要的概括一下。它事实上刚才说到棋手和执棋手的棋子儿和执棋手的问题，我跟王俊老师我们下午探讨过一下。关键问题就是第2季，就是说范闲要终于看明白坐在他桌子对面的人是谁，这是最关键的。你连你的对手是谁都不知道，你怎么去下棋呢？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拨开云雾见光明的这么一个第2季。明白了。王俊老师呢，您怎么看这个剧情内核？我觉得就除了猫大刚才说的那些之外啊，其实也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范闲在第2季中认清自己的一个过程。他其实在经过这么多外在情节之后啊，他慢慢走入自己内心深处，他了解自己想要什么，我的理想会是什么，我的未来的路将是怎么样的，就是内在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然后自我觉醒的一个过程。主角自我觉醒的过程。这一季它的内核，小范大人的一个从成长到觉醒啊，到从一个棋子变成执棋人，面对他清楚的对手以后，那他这个内心的一些这个变化和一些成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一看的这样的一些方面。孙导，给我们分享。主要还是觉醒吧，主要还是觉醒。就是记得这一季有一句话，就有些事情就得由我去做啊。这个事情实际上就是一个公平的代言人吧。他就是本来是应该是他的2次生命是特别值得珍惜的，结果呢，他为了这个，他就开始从第2季开始舍身啊，去意了。我也觉得是舍身入局。第2季相比来说呢，跟第1季来说的话，范闲就是斩断退路，斩断退路之后，这个退路就是所谓的他原来的那个理性，出世，自己过得好就好。然后像刚才说的，他这一次生命他应该是很珍惜的，但是慢慢的入局之后，他开始积极入世，然后他要帮哪些人，他的对手是哪些人，然后他跟谁会更亲近，而跟谁会更疏远。他这一季他慢慢的看得清清楚楚，他不再会因为一个人有趣就去跟一个人决定说我跟你是很亲近的，还是因为说你真正怎么看待这个世界上的众生，是变成范闲非常重要的一个评价别人的标准。然后包括他自己知道了自己的身份之后，他的面前不光是别人给他摆的路，他自己实际上也有很多条路可以走。那我觉得第2季的范闲基本上已经给出了自己的选择，他的一些举动，
包括他怎么看待自己的就是皇室的这个血统的身份，他已经给出了自己的选择。既然你这季这么选了，那将来他走的路就是他所注定的一条道路。还是有一个人物性格上的一个转变，这个转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剧情内核，也是大家可以多多在看剧的时候体味的那么一个精神的不同啊。下一个问题想问孙导啊，就是古装剧吧，大家对于妆造啊、各方面美术啊都会感兴趣，但是咱们庆余年是一个架空题材的，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朝代的一个渊源。那这种在创作过程中是更自由了，还是更难了？您怎么去设计这一次第2季的这个关于造型、关于美术方面的一些制作的内容？我们这次主要是掌握一个度哈。您说的就是完全是没有参照不可能，完全没有参照的话就乱了，就会乱，比如说礼仪啊什么的，你自己就编，你也得有一个感觉。但是相对来讲，自由有一个好处，就是比如说那个时候应该是跪着的，但是我戏剧性可能不允许你跪，我马上要站起来，我一个镜头下来就是我可能不要束缚演员的表演，那个时候我可能就可以坐在那儿，而不是跪在那儿啊。这个又是自由度有打开的一个好处，就是既有参照又不要限制，就掌握这个度。那下一个问题想问问若云，网友们说嘛，你和范闲的这个人物角色匹配度很高，你自己也提过，好像是范闲会长在你身上的这种感觉。那这种感觉对于一个人物的创造来说，一定是有很多的注意，但是会不会也有一些挑战？太像了，会不会也不好？当初这个宣布的时候，可没有网友这么觉得，是吧？可能他说那个范闲跟我契合度很高，契合度。但是我就是说是这样的，是我们内心，就是演员自己内心就好像一个冰山一样，就是已出演过的角色是那个冰山一角，然后有时候观众就凭借那一角去觉得你适合这个和适合那个，但是其实人内心蕴藏的能量是很大的。然后我觉得我看到第1季的剧本的时候，我就找到了巨大的契合面，就是心理状态上的和对事实看法上的。就是范闲，我觉得我就很能体会那种范闲，就时时刻刻的，就是说总是觉得自己其实可以退，或者说总是想把自己摆成一个很现实，觉得哎呀，我这都是为了利益啊。但是有的时候呢，事儿真顶到他头上了，一腔热血又上来了，把刚才所分析那些利弊又全忘了。就是我很喜欢这种人物性格，然后包括他对世间的看法，他对理想跟现实之间的一种权衡，然后还有他很可爱的一面啊。然后这种，那现在来说，我们都第2季了，经过常年的相处，跟不断的对这个故事、这个人物的思考跟发掘，然后有的时候也是看网友的一些评论，然后包括书迷的一些意见，然后再看到他们对现在已经发生的东西的反馈，都会进到我的脑子里面，然后肯定会比一开始的那个契合度就更高了。这就是所谓的长在一起了，就是因为也没有说这么长时间一直在想他，但是断断续续的，他就好像一个老朋友就是你也许不一定走哪儿都会提起范闲，但是坐在那儿的时候，没准不时的就会从脑子里掠过他的思考方式，他的说话方式，然后就这个就像是好像长在身上一样的。那您在演的过程中会有哪一个时刻，就是突然就觉得我真的就是范闲，会有那么一个很感性的时刻吗？怎么说呢？就是在进入角色以后，基本上每一天都是感性的，就是理性还是处在寻找的过程中，因为就是你进入角色之后，你自然的感性是想角色所想，你借用了他的脑子。我觉得我在拍第2季的时候，更多的感觉就是很多时候我没有在用张若昀的脑子。就是我就是在借范闲的脑子想这个事儿了，因为如果我再动用说张若昀的脑子再给他一顿分析，那就变得又客观跟这个旁观的对。但是就是演员进入的时候，就希望能多用角色的脑子，就多用角色的脑子。所以这个像其实更多的还是一个精神的相通，可以这么理解吗？对，可以这么理解。
在外形上，你会自己读原著，或者是跟导演、跟服化道去商量？哎，我这个地方要问汪毅老师，这个问题吗？没有《庆余年》的时候，您想象中的范闲没想过，没想过？真的那个时候读者不是会在那个放贴吧里面放各种论坛上面放演员表嘛，比如说陈道明老师，那个时候都已经那个时候若云还小，才20岁，那个时候估计还在读书吧，那时候。对，那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好像范闲打得比较厉害，贴了就会打，所以说基本上没有一个公认的，没有一个模板，那个时候，但是现在模板就在这儿，也是您心目中的那个范闲的样子，已经立住了，就在这儿。那也想请问一下孙导啊，孙导他2季，您觉得会有什么变化吗？就是若云去诠释的范闲的这个角色有什么变化？他变化我认为他刚才是比较谦虚的，这一季我真的感觉到就是附体了。像我这样喜欢《庆余年》的书粉太多了，我不愿意辜负他们。更何况第1季之后啊，剧粉也多了一些，大家对人物有感情了，然后对每个人物啊投入情感之后啊，有很多期待。这些期待本质上其实都是压力，就是我能做的就是把所有的压力啊集合在一起，变成驱策我前进的动力，就是争取把每场戏都写好，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光彩。尽力做到自己所有吧。那有哪一个就是真正到动笔的时候的一个决定、一个改编，你觉得是最重要的？现在回看，您自己是觉得很满意，这个地方改得妙。那我们不剧透去了。不剧透的情况下，我自己觉得，如果说第1季的话，其实第1季很多重要人物我没有做太大改变，我觉得反而2个小人物啊，我觉得我自己还挺喜欢的，是一个滕子京，一个王启年，其实不算小人物，但是王启年这角色我现在我很喜欢，就是改编之后，就是对我来说，我还对这2个角色都太有感情。刚才下午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王启年的那个加分加的太多了，俊哥那个改的特别棒，谢谢，我特别喜欢。谢谢，他这也很官方啊，一点都不官方，互相表扬一下哈。那个猫妮老师，您和书粉的一些互动，有没有一些难忘的经历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互动那确实比较早了，最主要的互动就是猜谜嘛，他们猜大东山，猜很多很多，猜范闲身世猜了很多，然后你又不能告诉他们，你甚至不能去否定他们。你也不能删他们的评论，他明明已经猜对了，你把他评论一删，然后他们都知道，完了，老包被猜中了，那就完了，所以你也不能理他，就只能把它放在那儿，默默祈祷别的读者不要看到，就这样。有人说您用爽文来写情怀，
那是有情怀在里面的预设吗？爽文我们认，因为网络小说的第一要旨，我肯定是让读者看得开心。情怀肯定不是刻意在写，因为你或多或少的会把你对世界的看法呀，对家庭、婚姻、爱情所有的看法，或多或少的、偷偷摸摸的，或者说不自主的放到了那些情节当中去。所以那些所谓的情怀，应该就是你对人生的看法。作者总是会有看法的，或多或少的放一点进去，也很自然。那作为一个作家，未来您对于网络 IP 市场化的一个推进有什么样的期待？我觉得这么大一个题目，让我一个写书的人回答，确实是有点为难我。我只能比较粗浅的说一下，就是说，写作者的本质，它就是写作。你对这个作品出来之后的命运，你基本上是控制不了的。当然，只是庆余年的命比较好，现在看起来碰到了大家所有的人。一个作品从它最初的文本到后来所谓的把它 IP 化，中间要经历很多个过程。我觉得是想说的是，大家都谨慎地对待每一个文本，对待每一个作品，让它慢慢的生长吧，会有好的结果的。那这个 IP 的成功其实会给行业带来很多的信心。那必然，至少可能性在这儿了，然后已经看到很好的范例在这儿了。然后在写作的时候，你也说句非常认真的话吧，他会看到好故事是值得的，是吧？那你就认认真去写好故事，那么一旦遇到好的开发团队，它自然就会开出很好的果子出来。明白了。下一个问题问问侯耀文先生，那网络文学改编成影视作品，也是我们这几年影视作品的一个内容来源之一。对。那这一次的《庆余年》的改编，你觉得它被市场这么高度认可的一个原因是什么？首先我觉得他当年其实还是挑战挺大的，因为这个像猫腻老师知道，我们这个一般网络文学分男频和女频。对。然后呢，以往改编比较多的还是女频作品。然后这个呢是应该是说，在当年我觉得为数不多改编的这个男频作品，因为猫腻老师这部小说整体的体量大约是400万字，350、360、360，所以它体量其实非常大。如果一季的话呢，其实真的是讲不完这个故事的。所以我们当时也是下决心把它做成一个季播的模式。我觉得季播的模式呢，因为不管是看这个海外的很多美剧啊，包括我们看到一些知名 IP， 它这种通过这种不断的有续集的方式，实际上是最好的可以去延续一个 IP 热度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猫腻老师本身这个原著非常优秀的一个基础上，王军老师做了一个非常出色的改编，加上导演、主创、演员特别精彩的一个表演。尤其我刚才提到了，我们是时隔5年，基本用这个原班人马来去演绎啊，包括服化道，包括我们的很多，其实都是希望给大家呈现一个原汁原味的一个庆余年啊。所以我觉得这些点组合起来吧，应该说，成就了庆余年这样一个非常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影视改编的作品。今天借此机会也请各位嘉宾对新华社的朋友们，说几句话。新华社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程若云。时隔5年，非常有幸能再次以范闲的身份，带领你们一起走进庆余年这个神奇的世界。新华社粉丝朋友们，我是庆余年1和2的导演孙浩，希望大家喜欢。新华社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阅文的侯小南，期待大家来继续关注庆余年，来看我们的庆余年2，也更希望大家去读庆余年的原著。新华社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编剧王健，希望大家喜欢这个故事。不论大家看到怎么样的情节，请大家相信庆余年世界的底色是人性的温暖。新华社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庆余年的作者猫腻，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轻轻松松地观看《庆余年》第2季，和我一样做一个快乐的观众。谢谢大家。所以第3季怎么样了？第3季怎么样？这是一个正式的问题吗？是这样，第3季啊，我现在不能跟你泄露现在工作流程，但是我只能说一定会更快出现的。需要会再有5年吗？不会。
还好不会哈。不会。若云，你准备好演第3季了吗？这时刻准备，时刻准备。